2023年，一个来自 MIT 的顶尖团队，仅凭一个看似科幻的构想，就吸引了3750万美元的惊人融资。他们的目标不是创造又一个聊天 AI，而是模拟一个仅有302个神经元的虫脑。这个虫脑项目集结了 MIT CSAIL 实验室的明星阵容，连实验室主任、全球的机器人权威丹尼拉鲁斯也亲自下场。资本和科学的巨头为何集体压住这只数字的虫子？它究竟隐藏着下一代 AI 的什么秘密？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项目。2017年，这家公司的 CEO 拉明哈萨尼在 MIT 读研究生的期间，研究了秀丽隐感线虫的学习方式，并且用计算机软件来模拟科学家认知当中的线虫大脑。他们提出了叫做液态神经网络的一个想法。这种秀丽隐感线虫最早是在1900年的时候，由法国学者在非洲阿尔及利亚的土壤当中发现的。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优雅。那这种优雅的线虫只有1毫米长，神经系统只有302个神经元。相比于人类860亿个神经元来说，这种生物真的算是属于食物链的底层。但是它们依然具有非常高级的行为能力，包括移动、觅食、睡觉、交配，甚至是从经验当中学习。于是，拉明哈萨尼觉得，或许对于线虫脑的解读，可以有利于制造能够适应意外情况的弹性的神经网络。他们选择这个秀丽隐感线虫是一个非常有创新并且很巧妙的想法，因为它被认为是神经科学的基石。到2019年为止，它是人类唯一完成的连接组测定的生物体。它的身体透明，观察细胞分化和发育方面是特别有优势，是科学家非常喜欢的一种研究对象。21世纪以来，直接应用这种秀丽隐感线虫进行的研究，获得过3次诺贝尔奖。另外，它还常常被用来研究衰老，因为它是一种可以成功的在完成冷冻长时间之后再解冻复活的生命。简而言之，我的理解就是这种线虫类似于一个优雅的裸体并且是长寿的老太太。为了更多的了解这个项目，我看了2023年1月拉明哈萨尼在 TED 上的一个演讲。这个演讲非常的深入浅出。他一开始引出了大语言模型和模型参数的问题。他说，参数的多少会非常影响模型的表现。比如举个例子，想要根据一段话去生成一张图，输入的提示词是说，请生成一张袋鼠的肖像照片。这个袋鼠要穿一个橙色的连帽衫，戴着蓝色的太阳眼镜，站在悉尼歌剧院门前的草坪上，而且胸前要举着 "Welcome Friends" 欢迎朋友这样的一个牌子。看下面的这几张图，如果是在3.5亿个参数的时候，生成出来的这个袋鼠看起来更像是一只狗。如果逐渐扩大网络的规模，增加参数会怎么样呢？可以看到，随着参数的增加，图像的质量会明显的相应增加。第二张图是在7.5亿个参数的时候，它生成了2只袋鼠。在30亿个参数的时候，这个袋鼠就挺符合标准的了。不过他手里是拿着2个牌子，字也不太对。最终在200亿个参数的时候，终于生出的图像完全符合了提示词的要求。他这张图是想要引出对于模型大小的一个规律总结。在传统的统计学当中，如果模型的参数增加，在一开始它的准确度也会随之增加，但是到了某个界限之后，效果反而会变差。这个曾经是统计学的金科玉律，但现代的深度学习模型用它臃肿的身材打破了这条铁律。在传统的认知当中，模型的性能会像橙色曲线展示的那样，随着参数增加先升后降。但如今的大模型却越过了这个崩溃点，在经历了短暂的下降之后，性能竟然强势反弹，甚至超越了之前的峰值。这就是所谓的过参数化。
模型的规模甚至可以超越训练数据本身。过参数化带来了3大超能力。第一个是泛化能力，它不仅能够在本质任务上表现优异，更能将所学的技能迁移到完全不同的新领域，实现举一反三。第二个是鲁棒性，面对干扰，它稳如泰山，就像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无论是雨天路滑还是路况复杂，都能够保持稳定驾驶。模型对于外界输入的扰动越来越不敏感。第三个是性能的天花板提升，在数据充足的主流任务上，它能够不断地突破性能的极限。当然，硬币总有两面，这种大力出奇迹的模式也带来了新问题，比如数据偏见放大。在小语种、小众文化等数据稀少的领域，模型的表现会显著的下降，甚至加剧偏见。还有一个是推理和能耗的问题，单纯的参数堆砌并没有带来推理能力的显著提升。同时，模型的能源消耗问题和公平性、可靠性也成了亟待探索和改进的问题。那如何解决这一系列的问题呢？他的想法是回到原点，大脑。而且他们研究的不是人的大脑，而是线虫的大脑。他们使用模拟神经元行为的方程来构建智能系统的模块，并且把这些模块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神经网络。他说，这种神经网络在训练之后依然具有适应性，仍然可以根据接收到的输入信号进行自身的适应性的变化。他最后为这种架构起了个名字，叫做液态神经网络，因为网络的流动性和适应性的特点就像液体一样。随后，他举了一个应用的例子。他说，这种神经网络可以用于自动驾驶，自动产生转向的角度，让车辆始终保持在车道内。这个神经网络只用了19个神经元。这个极简的神经网络可以更好地看出到底是哪些因素决定了转向的决定。比如说，在左下的这张图当中，它代表的是神经网络在做决策的时候注意力的分布情况。在这张图里面，左上角红色的亮色区域就是这个时候神经网络主要关注的区域，是它做出向右转这个驾驶决策的时候关注的重点。也就是说，从结果来看，他们的模型是比较关注靠近地平线的道路边缘的地方。他举的第二个例子是展示推理能力的一个任务，他们用了30个神经元的液态神经网络，任务是让无人机识别并定位目标物体。右上方的2张图，上面的那张是无人机上摄像头实时拍摄的图像。下面那张就是神经网络生成的注意力图。很明显的，他的注意力一直是专注在目标物本身身上。他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的测试图和训练图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说测试的季节和训练图采集的季节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它的模型对于环境的变化是有比较强的适应性。这些新闻非常让人印象深刻。于是我当时就去看了一下它的官网，它有一个和很多大语言模型一样的聊天端口，我就把网上的一份美国的法学院入学考试 LSAT 的题目输入了进去，由 Liquid AI 回答或者是选择答案。后来估算出一个分数，我就问他说这个分数怎么样？他回答说，你这个分数如果想要去冲一下的话，可以去尝试第2类尾部的学校。如果保守点的话，是可以选择第3类的头部的学校。当时作为用户的我觉得这个没有非常的惊艳，因为相比很多的大语言模型，这个可能实用性并没有特别的出彩。另外联想到他在之前演示的这个自动驾驶的例子里面，也是一个简化了的只专注于转向的任务。我会觉得单从这个演示看起来，它比较像是游戏场景当中的应用。而在更复杂的真实世界里，不知道这一个模型的天花板会是在哪里。然而，从创新角度来说，这种液态神经网络的结构突破了 Transformer 模型的架构。它专注于在特定的动态环境当中做出快速、精准和低功耗的实时决策，
是一种适用于严苛的边缘环境的分布式部署的技术。另外，我觉得这个来源于302个神经元线虫的科学灵感可能会被进一步的突破，因为在2024年10月发表于《Nature》杂志的里程碑式的研究，由 Dockenwald 等人及庞大的 Flywire 联盟完成，首次呈现了成年果蝇全脑的突触分辨率连接组。果蝇的大脑有13万个神经元，功耗极低，却能够处理和生存相关的复杂任务。生物上的新突破会不会带来 AI 模型上的新元素呢？在果蝇之后，神经科学家们将会把更多的精力花在哺乳动物，比如像老鼠、猴子，甚至是人脑。引用谷歌研究院2023年的博文当中的一张图，神经科学家们几十年来一直在研究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的连接组。右下角的2个问号什么时候会变成句号？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问题。